大家好，我是小莫。上一集我們說到，我們每個人怎麼看世界，其實都是通過一片自己的濾鏡。這片濾鏡其實一直都在，但是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。我也想跟你說，你自己的這片濾鏡，不只決定了你會看到什麼，它同時也在決定你會怎麼回應，怎麼採取行動。而那些回應跟行動，我們一直都以為是這個我在做的決定。到這裡，我相信很多人會想問，如果決定我人生的不是這個我，那到底是什麼在背後運作，一直投射出我的世界和我的命運呢？今天我就想帶你們一起來看看那套一直在背後運作的回饋回圈，這也就是我上一集最後提到的那個。我先來講一個大家普遍會產生的誤會。很多人一聽到沒有自由意志這個說法，腦子裡第一個反應就是，那是不是人生劇本早就都寫好了？反正一切都已經注定了，所以我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都沒差了，不是嗎？這個想法某個層面來說也沒有完全錯，因為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，改變的是投射在人生電影上的動作和劇情，而不是生命最底層的運作機制。但是如果我們把人生形容成一部已經寫好的劇本，你只能照着演，完全不能改变，這個說法我覺得也並不是絕對的。我更喜歡把人生形容成一種導航，也就是你每走一步，導航就會重新計算一次你的路線。所以人生並不是完全都被設定好不能改變的，它事實上是一個不斷演化、持續改變的過程。那個演化本身有一個機制，它是會自己運轉、自己疊加的一套運作。這一集我想陪大家一起來拆開的就是這套機制。在開始之前，我想先請你們問自己一個基本的問題。我上一集有提到，除了外在世界是我們意識投影出來的之外，我們自己這個角色也是投影出來的。那如果沒有我這個角色在控制我自己人生的方向盤，我的世界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呢？我有沒有辦法決定我的人生要往哪裡發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但是要先搞懂這套機制是怎麼運作，才能找到那個辦法。在腦科學的領域裡，有一個很重要的說法，叫做預測處理。它講的是，我們的大腦不是先看到世界，再去理解世界，事實上是剛好相反的。大腦會先做出一個預測，然後才用眼睛、耳朵去確認這個預測是對還是不對。這點也呼應了我們在第一集裡面談到的受控制的幻覺。如果你有看過第一集，應該還記得這個觀點。在你的生活裡一定有過這種經驗，你很篤定一件事情一定會發生，結果所有事情的跡象好像都在證明你是對的。這不是巧合，而是大腦本能的運作方式。大腦很喜歡自己是對的，心理學上也有個名詞叫做確認偏誤。我們天生就會去搜集能夠證明自己想法的證據，然後會很自然地去忽略掉那些不符合大腦預設的現象。這就是我們投射出自己人生的第一步，並不是整個世界完整的呈現在你面前，而是你特別注意到的某個點，被你原先就先預設的想法給放大了，然後才顯現成你的世界。我們來看看這件事在實際生活中是怎麼發生的。假設有一個人心裡一直有個念頭，我講話都沒有人會想聽。這個念頭並不會大聲宣告自己的存在，很有可能這個人自己根本也沒有留意到。可是那個念頭卻會悄悄決定他會去注意什麼。於是當他在跟別人講話，別人滑一下手機或是翻一下白眼，他會立刻感覺到有點受傷。但是當別人點頭附和他，他反而不太注意到，因為他已經習慣相信沒有人想聽他說話。1次、2次、10次之後，他心裡那個沒有人喜歡聽我說話的念頭不但沒有消失，反而還更加穩固了。我想偷偷跟你們說，其實我在講的這個人就是我自己。
我從小就非常沒有自信，雖然我的求知慾很強，長大之後也有自己的專業，但是我的內心一直有一種揮之不去的信念，我覺得自己說話沒有分量，不會有人想聽我說話。有時候我私下跟朋友分享一些我知道的東西，然後朋友覺得哇好酷哦，就很自然的去跟更多人分享我跟他說的那些，結果大家聽了之後都覺得哇他好厲害哦。這時候我就會覺得，如果同樣的話換成是我去跟大家分享，一定沒有人覺得我很棒，畢竟我這個人說話又沒有人愛聽。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深信不疑，覺得別人不會想聽我說話，直到後來我才發現，那完全是我的成長過程自己一路餵養出來的信念，然後我又不斷在向自己證明那就是事實，如此而已。這就是心理學講的自我實現預言。你相信的事情會透過你自己的注意力，慢慢把那個版本活成真的。並不是這個世界證明了你所想的是對的，而是你的注意力替這個信念搜集了一整套的證據。當然，一個念頭要逐漸形成你的一整個世界，除了你注意到什麼之外，還有更進一步讓你的人生劇情逐漸成型的，就是你的行為。我想再換一個生活裡面常見的例子，有一些在感情關係裡面的人，心裡面常常會陷入一種不安，會覺得如果我在感情裡面付出太多，最後受傷的可能是自己。這個信念會讓他不自覺地先為自己多保留一些，不太敢先說我很在乎你，也不敢先問我們之間到底算什麼，怕自己的期待比對方多太多，最後受傷的還是自己。而對方呢？對方雖然沒有感覺到你的那句我怕受傷，卻會感覺到你好像沒有很確定，也沒那麼主動，於是對方也開始收回自己的在意，也沒那麼往前靠了。最後這段關係就停在一個彼此都不敢再往前一步的地方，然後他也就下了這個結論：看吧，我就知道感情裡還是不要付出太多比較好。但如果我們往回看，會發現不是這段感情本就走到最後，是他因為先害怕收回了自己的那一步，也讓對方沒有機會真正被他需要，被真正的靠近。這裡我想說明一下，為什麼這個循環一旦開始會這麼的難停下來。神經科學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，叫做赫布定律。那個理論是說，當兩個神經元經常同時被激發的時候，它們之間的連結就會增強，下次就更容易一起產生運作。意思就是，你每重複一次同一套的從相信到注意到行為的這條路徑，你的那條神經回路就會反覆的被加深。所以並不是你的人生一直在重演同一出戲，是你的大腦真的被這出戲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塑形。久了之後，你甚至會覺得我就是這樣的人。這也回答了一個很多人會問的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改變總是這麼難呢？並不是因為命運卡住你，而是因為那條路徑已經被你走出了一條很深的溝。所以很多人都會有一種感覺，好像自己老是遇到同一種人，發展出同樣的關係，最後都走向類似的結局。這並不是命運用同一個劇本在安排你的人生故事，是因為你用同一套信念一直在做同樣的事。你投射出自己深藏的信念，接着篩選出符合信念的現象，然後你又透過自己的濾鏡去解讀，最後再用你根深蒂固的行為去回應。我們把前面說的串起來，重新來看一次。信念選擇了你注意到什麼，你的注意力決定了你怎麼去解讀，你的解讀又帶出了你的情緒跟行為，你的行為就引發了別人的回應，而這個回應又變成了一個新的經驗，新的經驗又回頭餵養了你原本那個信念，讓它比一開始還要再更加堅固。之後遇到類似情況的時候，下一輪就被啟動，重新開始一個同樣的循環。
這不是宇宙在懲罰誰，是你的內在有同一套程式一直被你確認執行。所以真正在演化的其實不是你的人生，而是你的信念。因為每跑完一圈，它都比原本的信念更加被強化，下一次它也就更容易去主導你的人生後來陸續發生的情境和故事。人生的各種劇情都只是這些回圈跑完之後的結果而已。命運本身不是主角，真正的主角一直都是你的信念而已。看到這裡，可能有些人會有一種無力感跑出來。這樣說起來，是不是我這輩子過成這樣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？其實不是這樣的。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套能自己自動運轉的回饋系統，那也代表我們遇見的每一個人，其實也都活在他自己的那套系統裡，他的信念也在替他篩選和創造他所看見的世界。所以從來都沒有誰害了誰，也沒有誰比較差，誰比較壞，誰才是對的，而是每一個人都不知不覺地用自己的信念，很自然地活出自己的世界。當你真正看懂這套信念回饋的機制，你不再一味地認為發生的每一件事肯定是因為有人犯了錯，造成誰受害，誰倒霉。那任何事件的發生就不再能找到責怪的對象了。當你慢慢發現真的沒有人可以怪，真正的理解就有機會逐漸被打開。而當理解這件事真正發生，人生的改變才會變成無限的可能。我們不可能去改變一個自己還在怪罪的對象，我們只能改變一個自己真正看懂了的事情。所以這一集我想說的，並不是情境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，而是所有的人生情境都是在你的參與之下，一步一步逐漸形成的。你的信念、你的注意力、你的行為，確實都是一直在影響你的事情會往哪裡發展。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，人生並不是一本寫死的劇本，它比較像導航，會隨着你每踏出的一步，不斷地重新計算。如果生命的導航會一直重新計算，那是不是代表，就算你的人生玩壞了、卡關了，或是糟透了，就算你的故事看起來正在朝向你自己不想要的方向發展，我們還是可以停止重複跑完每一個回圈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把接下來的走向重新翻盤重寫嗎？這個答案可能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還更有希望。那要從哪裡開始呢？下一集我們就一起來猜這件事，人生劇本要怎麼重寫？我們下回見嘍。